这只猫几十天内竟对主人发起了数千次攻击，前一秒它还安静地蹲在一旁，可下一秒突然就对着主人发起攻势。幸好一家人提前做了防护，这才避免被它锋利的爪子所抓伤。几番快速攻击后，无毛猫转身钻进了沙发下面。小哥被吓得马上将双腿缩了起来。刚反应过来的蓝猫从沙发上跳下，它先是看了一眼主人，接着对着无毛猫发出嘶吼般的警告。沙发上的几人刚松了口气，这时无毛猫再次发起了进攻，它迅速从沙发下面冲了出来，先是一把撞开蓝猫，接着一个跳跃直接扑到了小哥的大腿上。受到惊吓的小哥不断抖动着双腿，可仍无法摆脱它的进攻。好在此时蓝猫及时冲了过来，将它赶到一旁，但它并未放弃对小哥的进攻。在这紧要的关头，蓝猫再次挺身而出，与怒火中烧的无毛猫厮打在一起。蓝猫的气势压迫还是让它有所忌惮，虽然嘴上骂骂咧咧，但身体还是不由自主地后退着。见蓝猫一直挡在中间，最终它才放弃了进攻的念头。随后小哥仔细检查了一下伤口，尽管自己穿得很厚，但大腿上还是留下了一道抓痕。为了防止它再次伤人，小哥将无毛猫送回了专属的私人房间。可一只猫为什么会平白无故的攻击主人呢？两位老人告诉我们，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好几个月了，自己的大腿经常被它抓伤，而这片淤青则是躲避它攻击时不小心摔伤的。最糟糕的是大叔，因为他的整个头部经常受到猫咪的攻击，并且脸上也被抓伤了很多次，老两口实在没办法，只能专门让出一个房间将他关在里面。每次帮他清理房间卫生之前都要进行全副武装，稍微不注意就得挨上一顿喵喵拳。平时就连开个门都要小心翼翼的，生怕他窜出来攻击自己。令大妈比较欣慰的是，家里还有一只蓝猫很懂事，每次无毛猫攻击两位老人时，蓝猫总是会站出来保护主人。大妈说，这只名为小五的无毛猫是几年前收养的，之前的性格一直很好，但现在它的情绪变得反复不定。既然猫咪的性格如此凶悍，可为什么两位老人还要坚持养着它呢？原来几个月前小五产下一窝小猫，由于没有太多的经验，几只小猫出生不久便夭折了，而小五也变得异常暴躁，经常会无故攻击自己的幼崽。为了剩余3只小猫的安全着想，于是主人便将小猫全部送给了他人照顾。从那以后，小五性情大变，动不动就会对主人发起攻击。或许他认为主人剥夺了自己做母亲的权利，但对于小五的遭遇，主人也十分难过。出于对他的同情和愧疚，两位老人并未将他送走，而是选择默默地承受这一切。但长期以往下去也不是办法，迫于无奈的主人找来了动物专家。专家在观看完视频后也表示很惊讶，因为正常情况下猫咪不会选择特定的目标进行攻击，或许它是将失去孩子的痛苦怪到了主人身上，这才导致它有目的性的攻击。专家建议为猫咪提供一个安全的空间，这样可以帮助它舒缓内心的痛苦。第二天，主人为它买来一个铁笼，在里面放了很多小五喜欢的玩具，并且在食物中添加了缓解情绪的药物。当小五吃完饭后，大叔还特意为它播放一些轻音乐，用来帮它缓解压抑的心理。果然，在专家的一番指导下，小五的情绪变得平静了下来，开始慢慢恢复往日的温顺。相信不久后，小五很快就能走出心里的阴影，或许多一点宽容和理解，很多事情就会变得不一样。我是小奶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14岁的老猫安详地趴在小女孩怀中，小主人一遍又一遍地为猫咪唱着摇篮曲，与它做着最后的告别。年迈的老猫陪伴了这个家庭走过了5000多个日夜，今天是它离开的日子。猫咪似乎已经知道自己即将去往另一个星球，它紧紧依偎在小主人怀里，看着眼前陪伴自己长大的猫咪。女孩的声音不由自主地哽咽起来，猫猫伸出虚弱的小爪拍了拍小主人，仿佛在告诉女孩不要哭泣。看来就算走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，它最放心不下的还是自己的小主人。原来贝利曾经是只流浪猫，从小便被这对好心的夫妻收养，家里的几个宝宝都是他看着长大的。但贝利的一生中却没有一只孩子，他把所有的爱都给了这个家庭。孩子们很喜欢拔他的胡须，可贝利从始至终都温柔相待。在过去的14年里，贝利如同家人一样，伴随主人一家度过了无数个欢乐的时光。他最喜欢的还是小主人艾比，他们一起嬉戏打闹，一起欢快地做着游戏。他喜欢依偎在小主人怀里，听着他歌唱美妙的摇篮曲。在孩子们的眼中，贝利不仅是一只宠物，更是自己最亲密的朋友。他不仅治愈了孩子们孤单的内心，同时也为2代人带去了无尽的欢乐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小主人开始慢慢长大，而贝利也变得越来越老，岁月的脚印也在他的脸颊留下了深深的印痕。他不再喜欢和小主人一起玩那些曾经的游戏，相反，他更愿意依偎在小主人怀中。或许他知道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想再多陪陪这个自己看着长大的姑娘。女主人无法接受贝利即将离去的事实，于是多次带他去医院进行治疗，可严重的肾衰竭让医生也只能摇头叹息。在最后的日子里，
身体虚弱的贝利依旧每天陪着小主人一起读书，一起画画，一起洗澡。然而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，贝利的身体每况愈下，小主人轻轻帮他擦拭着身体，就算到了另外一边也要干干净净。贝利的一生陪伴小主人读了数不清的书籍，而今这却是他最后一次伴读了。猫咪的眼角流下了不舍的泪水，女孩一边帮他擦拭着眼泪，一边安慰着贝利不要哭泣。或许此时他还是放心不下自己的小主人，又或许他正努力回忆着他们在一起的点点滴滴。几天后，贝利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，他依旧静静趴在小主人怀里，只是眼神中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活力。小主人抱着奄奄一息的贝利，嘴里唱着他最爱的歌曲，伴随着女孩悠扬的歌声，陪伴了一家人14年的猫咪安详迷失。相信此时的贝利是幸福的，更是开心的。虽然他已经去往了喵星，但贝利用自己的一生为2代人带来了温暖和欢乐，他留下的记忆却永远活在了每个人的心中。正如女孩所唱的歌词一样，你永远是我的阳光，是照进我生命中的一束光芒。万物皆有灵性，内心充满爱的人同样会得到爱的回报。我是小奶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一位小哥在海边散步时，发现岩石下竟生活着一窝流浪猫。猫咪一家瞪大了眼睛，好奇地观察着小哥。虽然流浪在外，但猫妈妈把每个孩子都照顾得白白净净，每只都是高颜值。很难想象在食物匮乏的海边，它们是如何生存下来的。突然，从远处传来一阵机车的声音，受到惊吓的猫咪马上躲了起来。不久后，2只小奶猫又爬了出来，也许是第一次看见人类。小猫好奇地打量着小哥，仔细观察才发现猫咪一家的生存环境如此简陋，这里无法遮风挡雨。如果到了冬天，它们又该如何度过呢？这只胆大的小猫一直盯着小哥看，小哥忍不住想要伸手摸下小猫，可它却马上躲进了石缝里。受到惊吓的小猫跑到妈妈的身后，目不转睛地看着小哥。为了方便与猫咪们近距离交流，于是小哥来到另一边观察。奇怪的是，猫妈妈并没有感到害怕，反而瞪着大眼，一副温柔的样子。但小猫们似乎很害怕自己，无奈自己又不会说喵语，也许担心宝宝们的安全，猫妈妈选择了在隐蔽的石缝里安家。可它为什么不害怕人类呢？原来小哥是一位非常有爱心的人士，平时经常在海边喂养流浪猫，久而久之，猫咪便对小哥放松了警惕。虽然不同物种无法交流，但彼此仍能感知对方的善良。看见小猫不断舔着岩石，大概它们应该是饿了。幸好小哥每次包里都会备上一包猫粮。看见食物的猫咪冲着小哥喵喵叫着，随后迅速地从岩石下跳了上来，可发现盘子里一点食物也没有，喵叫了一声又躲了回去，似乎脸上还有点委屈。看见小哥从包里拿出猫粮后，他又转身跑了过来，小哥抓起一把放到了盘子里，随后猫咪开始狼吞虎咽地吃起来。虽然自己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，但猫妈妈却把孩子养得白白净净，这大概就是母爱的伟大之处吧。此时闻到香味的小猫探出小脑袋观察，由于胆子太小，小猫们始终不敢从石缝里出来，于是小哥将食物递给小猫闻了闻，忍不住诱惑的小猫咪还是壮着胆爬了上来。然而另外一只似乎找错了方向，由于是第一次吃猫粮，小猫有些不知如何下嘴。为了让孩子能吃饱，猫妈妈主动走开，将食物留给了小猫。小哥看出母猫的意图后，决定让猫妈妈和小猫们分开进食。将猫粮重新放好后，小哥将2只小猫捞出来继续干饭，把最好的留给最爱的。这或许是每个做母亲与生俱来的天性。这边胆小的几只急得喵喵叫，却始终不敢出来。小哥伸手想将它们捞上来，结果小猫们瞬间就跑没了影。趁小猫不注意，小哥抓住机会，总算抓上来一只，本想让它吃顿饱饭，可胆小的猫咪转身就躲回了石缝里，还一脸惊恐地望着小哥。没办法，小哥只好继续寻找其他小猫。此时一只胆大的爬了上来，嘴里还喵喵叫个不停，似乎想让小哥帮自己。小哥将它捞起放到了岩石上，果然小猫有些饿了。除了2只小猫在努力干饭，其他的几只始终躲在石缝下不敢出来，这让小哥很是头疼。也许有些动物天生就比较胆小，大概是自己离得太近，小猫们才不敢靠近。于是小哥只好返回路面暗中观察。没想到此时一只三花猫突然出现，看样子应该是孩子们的爸爸。原来他一直在附近观察着小哥。吃饱后，猫妈妈跑去一旁喝水，而猫爸爸则去吃掉剩余的食物。这时小奶猫们也纷纷跑了出来。尽管流浪的日子并不好过，没有遮风挡雨的大房子，也没有餐餐无忧的生活，但他们却有着无拘无束的自由和彼此的陪伴与守护。简简单单才是幸福的真谛。希望猫咪一家能健康快乐的生活下去，也祝愿每个漂泊在外的游子都能找到心灵的归宿。我是小奶狗 ，Respect。